Mac 的 M 系列芯片到底有多强？它为什么这么强？在芯片行业打了这么多年，打下来，为什么 Apple 突然发力，一下子占据了山顶？各位好，欢迎来到 Mac 综艺，我是 Spike。今天我们聊 Mac 综艺第一季的硬件部分 ，CPU 的最后一集。前几期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了 Mac 电脑在芯片方面跟其他的所有电脑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看似随随便便的说换个芯片就换个芯片。那这颗大脑对于其他任何一家电脑生产商来讲都不是轻易可以这么大动干戈的。那通过这样的大型的改动，也能够说明很多的问题，那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我们手中的 Mac。那我把这个作为我们整个 Mac 系列硬件的第一个内容搬上舞台，也是一个是自己认为它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呢也是推荐各位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啊，可以去翻看一下前面2集的介绍 Mac 芯片换新历史的2期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也会给大家做更多的会员节目。就拿我们前2期的换新历史来讲啊，我做了一期个人认为还蛮有含金量的会员专享节目，大口吃肉的会员专享，就是讲我们的芯片语言也就是说叫指令集，这个精简指令集和复杂指令集到底谁好谁坏，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了芯片和操作系统之间的沟通方式。那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大口吃肉会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做到了 Mac 系列，这个会员节目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那么本期呢，我们讲这个Apple 的 M 系列芯片，也同样会姊妹篇跟本集的姊妹篇，我也会出一期这个会员专享的节目，也是大口吃肉会员专享那主要呢也希望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芯片未来的发展史，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目前主流的硅基芯片。已经到3纳米了，是吧？是不是走向尽头了呢？那未来这种硅基芯片如果还想继续突破天花板，有没有这个可能呢？这个我们就放到会员节目当中了。也欢迎各位的捧场和加入那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从普通用户的视角来跟大家去聊一聊 Mac 的 M 系列芯片到底有何不同，它为什么在 Mac 平台就能够发挥出如此大的优势。那第一个，我想先从它的硬件架构上面来去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聊什么叫硬件架构呢？也就是说你家里面搞装修，那我讲到这儿还是要再去声明一下咱们这个不是一个科技频道，我们是聊天陪伴节目，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去避免专业术语，而尽量的用普通的语言，用举例子跟打比方的方式，让更多的普通人起码从不了解到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意义的。所以什么叫芯片架构？我们举个例子，就像你们家的房子装修，或者你买房子的时候，你看的那个所谓的房型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南北通透是不是这个靠东还是靠西然后这个卧室、厕所、厨房、餐厅这个位置摆放的是不是合理厕所是不是对着大门口等等等等吧。这种就叫架构，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但是专业里的这么说，那肯定是要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了。但是呢，我觉得从大众领域里面来这样去理解，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稍微听到架构这个词儿，你直接这么理解，大方向它不错那我觉得就可以了。那 M 系列的芯片的架构，它和其他的 X86 芯片或者 Intel AMD 的这个芯片，它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最大的不同还是在软硬件的结合方面。如果你只谈硬件，当然
我们这一个季就是第一季啊，就是主要谈硬件的，它确实在装修风格上会有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我 Mac 的芯片里面，我的房间就特别的多啊，我卧室给你放的就特别的多，或者说我的这个这个书房给你放的就特别多。但是在这个其他的里面呢，可能它就是放的书房就比较少，它可能是客厅放的比较多，这个就是不同公司它架构上面的一些区别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想看一个电脑的性能，我们知道很多这个频道都是在用软件去跑分啊，跑一个性能。但是请问你怎么样在 Mac 平台上用 Windows 跑分呢？起码现在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在现在 M 系列芯片的 Mac 上去装 Windows 了嘛？那你不是还是在 macOS 这个操作系统上去运行跑分软件吗？那其实这个就有失公平性了，我觉得啊，因为你系统都不一样嘛，那这只能简单的作为参考。我不是说没有意义啊，不是没有意义，跑分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讲今天这个话题，希望大家就能够理解，它软件跟硬件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你不管是跑分也好，还是说拿它打游戏干什么也好，人在用这台电脑，全都是通过操作系统来跟这台电脑进行互交。如果把操作系统给拿走了，你这个芯片设计的再强也没有用。那你可能说，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你在这白活这个有啥用呢？白活这个主要是想让大家明白的是，你的芯片的架构一旦发生了变化，那么你的操作系统就要发生相应的改变，来去适配这个芯片架构的变化，这样才有可能把这个芯片的架构的变化的初衷给袒露无遗的展现出来。如果你只是硬件变化了，你的操作系统没有对这个硬件上面的变化进行适配，那你这个硬件变化的再多也是没用的啊。我记得早年的这个Intel 的处理器刚刚推出所谓的双核、四核的那个年代，也大概是06年、07年、08年啊，就这个年代。那很多在 Windows 上的应用，包括我们最常用的像 Office 系列，都不支持双核。也就是说，你在配电脑的时候，你花了大价钱买了2块核心，但是你真正在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打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它根本用不到2个核心，还是1个核心在跑。那拼的还是频率，还是主频，就是谁的步速快，还是你说你同样是100斤米，我一个人背和2个人一起背，理论上应该是2个人更快，对不对？但是呢，由于你软件不支持，什么叫软件不支持呢？当我这个卸车的这个人把这袋米往这个人的背上往上放的时候，虽然那边是2个人，但是他放偏了，他不会放到正中间，他只放到1个人的背上。那等于说，另外那个人就是跟跑的陪跑啊，他对这个米袋他搬得快还是慢，他没有任何的贡献。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软件不支持嘛。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啊。那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让大家明白，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看 Apple 现在的发布会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一个芯片的这个解剖图啊，都会给你讲几个效能核心。几个这个就是这个叫高频核心，那个单词我一下忘了啊，就是一个是就是能力不那么强的，一个是能力很强的啊。能力很强的核心有几个，能力不那么强的核心有几个。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能力强的核心还要配能力不强的核心？因为能力不强的核心它省电呀，啊，那你在很多时候你说我就打个字。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非要去用那个能力最强的核心，你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那所以系统就会自动判断现在你在做什么事情，而这个事情呢，它到底是比较轻量级的还是比较重量级的？如果是轻量级的，系统就会自动分配让它跑这个不那么厉害的核心；如果是重量级的，就会让这个厉害的核心跟不厉害的核心一起上。那你看，这样的有机的配合和对用户行为的精准的判断，其实都是来自于操作系统为 CPU 分配任务才能够得以实现的。所以 Apple 的芯片之所以现在异军突起，表面上看是因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啊，是采用了更多的核心啊，然后更优的这个架构啊，所谓的什么 SAP、SIP
啊，这是 SIP 跟 SOC 对吧？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将来我们也会放到我们的这个会员专享视频当中啊，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些硬件虽然说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希望我的观众我们能聊到的点在于，我们一定要知道，硬件不是 Apple 最强的地方。Apple 最强的地方还是反复强调是软件，以及软件跟硬件的配合啊。那这种时候我去加入厉害的核心跟不厉害的核心，不好意思啊，我只能用这种土话了，因为专业用语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想做专业也难，只能是这个就是这个草芥啊，那个话叫什么了？算了，想不起来了，不重要啊。那有了这个之后，我再往里放什么视频的编解码核心啊，再放什么神经网络引擎啊，这个才会变得有意义啊。再放什么显示核心呐，这个才会变得有意义。那也就是说，在当年我刚才不是举个例子吗 ？Intel 的 CPU 刚刚有双核的时候，那个 Windows 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很好的适配。那即便是 Windows 适配了，跑在 Windows 上的这些应用软件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适配双核，因为这个工作量我相信还是有一定量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记得吗？ Mac 也是刚刚换到 Intel 的核心，因为第一台 Intel 核心的 Mac 电脑就是在2006年的酷睿嘛。那个时候从奔腾刚刚改到酷睿是吧？这个上点年纪的都应该有印象或者身临其境过是吧？那酷睿它为什么改名字？就是从酷睿1代开始就是双核了，酷睿2代是不是就是4核？这我就不知道了啊，就是我对这个产品线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在2006年 Apple 刚刚使用了 Intel 的酷睿双核处理器的时候，就已经从操作系统的层面去完完整整的支持了这2个核心。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跑在 Mac 上的这些应用程序，这些第三方的 App， 你不需要重写，你不需要因为我是2个核心了去改变你的程序代码。为什么？因为你的程序就是完全跑在我的操作系统上面的，我的操作系统支持了2个核心之后，你是在我的上面的。比如说操作系统是一匹马，原来呢只能用4个蹄子跑，那现在呢，我给这个马这4个蹄子下面装了4个风火轮，那这个时候你就说这个马哪怕站着不动都跑得都比较快，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马厉害，它能站在风火轮上不掉下来。那有些不厉害的马呢，马是什么？马的代表操作系统啊，记得啊。有些不厉害的马呢，它可能给它4个风火轮吧，它走着走着掉俩，这就是马不厉害。那你就发现马不厉害的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就要在马背上的那个人去帮助他。你这风火轮又掉了，捡起来；你风火轮又掉了，再捡起来，拿个钩子勾着风火轮。那是不是骑马的人就比较累啊？骑马的人是谁呢？我打的比方就是在操作系统上面的软件开发商。所以你看，在 Mac 以外的世界，这个硬件一旦发生了改变，原来那么多年的发展一直都是单核，从来没想到过会有2个核心这回事儿。一个 CPU 里面其实放了2个，是吧？你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啊，虽然不严谨，但你可以理解这个大方向不错。这个时候软件这个操作系统和软件全都懵了啊，2方面都要适配。马呢要想着我怎么站在风火轮上，骑马的人呢是想我得拿个什么工具，万一马蹄子这个风火轮掉了，我把它勾回来，可别丢了。你说这不是好像是一个更累的事儿，是吧？但是对于 macOS 这个操作系统的这匹马呢，它就能安稳的站在风火轮上不掉。那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骑马的人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也不需要配任何的工具，他就像原来一样坐在上面就好了，而且他还能感受到更快的速度，而且坐的还更稳了。你这马它自己用蹄子跑，它还一颠一颠的嘛。你现在骑风火轮，马蹄子都不用动了，那是不是像开汽车一样？那肯定更稳了。那这个其实就是 Mac 能够提供给他的合作伙伴以及给他的用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体验。它能够做成一体化，把软件跟硬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体验达到一个巅峰。
把这个硬件的功能全部都发挥出来。这个是 Mac 最大的一个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你应该去选择一个封闭的环境，不要太开放了。因为你一旦开放了之后，你面对的状况就会太多太复杂。那你是个普通用户，很多状况你是应付不来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只能请人帮你应付。比如说你自己不懂车，但是你又不得已非得开车，因为它是一个交通工具嘛，那你就必须要去找这个 4S 店啊，或者是汽修厂啊，或者你认识会修车的人来帮你，你才能够进行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系统啊，那这个车呢就没那么多烦心事儿，像电车啊，不用换机油，那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用户就会友好很多。那我希望能通过这两个比喻让更多的我的观众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能够比较形象和深入的了解 Mac 的 CPU 它到底好在哪里。那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固然它的房型设计会优于其他品牌的 CPU， 这个也是事实啊，目前看来应该也是事实。那其实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有 Apple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因为除了 Apple 以外，你应该是，起码我是找不到第二家公司软件硬件自己都做。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 Apple 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因为别人都跟它不一样，要么像微软、谷歌专做软件啊，要么就像戴尔、IBM、惠普是专做硬件。你还能找到哪家公司是软件硬件都做吗？给你做一个封闭式的操作系统吗？为用户去挡这个挡那个吗？就没有了。当然我知道专业用户会诟病，这两天还在我的视频留言下方就说，你比如说像打游戏的啊，他注重性价比，他要自己添加一些什么设备，你用 Mac 就不行，是不是不行？当然不行了。所以 Mac 对这样的用户就不是很友好，是不是很不友好？是真的很不友好。所以 Mac 永远，我跟所有人都在讲 ，Mac 不是适合所有人的。这个没有褒贬之分，这个就是说你要根据你干的是什么活，你要根据你的能力值在哪里，或者说根据你是怎么去用，或者是甚至说怎么去看待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它在你的人生当中它是做什么定位的，来去选择你的阵营啊。你当然有钱摆到那儿把它当个花瓶，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也是绝对支持。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就是还是要了解自己的诉求，这个是最好的。就是以 iPhone 为风潮带动了 Mac， 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人之前根本就不用电脑，甚至不用 Mac， 可能就是用了 iPhone， 早年是用了 iPod， 然后觉得这个用户体验还不错。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爱折腾，那我就看看这家的电脑怎么样吧。就这么把 Mac 的销量也一点一点的带起来了。那对于 Mac 的 CPU 来讲，它除了房型以外，其实还有一个跟其他品牌的 CPU 有很大不同的地方。这个呢，就顺着我们上面的话题说下来了。当大家了解到软件硬件的配合能够让我的硬件设计更加的大胆和放手以后，这句话能理解啊，还挺重要的。我再强调一下，什么叫软硬件能够很好的配合，才能让硬件的设计更加大胆跟放手？什么意思呢？你想，如果我软件是一家公司，硬件是一家公司，这两家公司的配合不是很好，那我不管在设计软件的时候，还是在设计硬件的时候，我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硬件设计的这么的大改动，是吧？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个范式的转移。那好，您那边的软件能适应我吗？反过来放到软件上也一样，我的软件设计了一个非常酷炫的功能，非常好的人机交互界面，你这硬件跑得了吗？这个就永远一个没有办法很丝滑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如果你是两家公司做的话，当然一家公司做也不是说一定能做好，那也需要实力的。那但是现在没得选呀，这只有这么一家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啊。庆幸的是，这家公司的实力还算行啊，还可以，叫 Apple 的这家公司，它的实力还算可以。而且一旦它的软硬件自己掌握，而且实力还尚可，
那我在设计硬件的时候，我这个硬件团队就可以放开手去设计，因为我知道我不管设计成多么的天花乱坠，那当然前提是合理，对吧？我的软件都能够跟得上，都能够把我这个硬件的奇思妙想发挥出来。那紧接着我们的 M 系列芯片就来了。为什么说 M 系列的芯片，你如果看过那个电路板或者照片的话，它会比传统的芯片会更大一些呢？就是这个原因，你就像跟买房子一样，你又记得，哎，这个比喻还真的是挺恰当的啊！以后买芯片就跟买房子一样的，就看个头，个头大了，基本上证明它一定厉害。未来往前看，如果你往后看，看过去不对，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往未来看，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专业用户可以在我们下面去探讨一下，我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一定道理啊？那么，对于 Apple 的这个 M 系列芯片来讲，我这块芯片除了做我芯片本职工作以外，我其实可以把它放进去更多的东西。你说你原来不属于芯片的，我现在也把它放到芯片里面。比如说我买房子吧，一般来讲，我看房型就是看我人的这个居住范围在房子的内部，而房子的外部呢，它是另一个范畴。什么叫房子外部呢？比如说我的车库有没有，大还是小啊？比如说我的花园和草地，大还是小？这个占地面积啊，或者如果买公寓的话，什么公摊面积，这个就是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了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在 CPU 之外的，它没有办法很好的整合在一起的。但是对于 Apple 来讲，我觉得 M 系列的芯片它做了很多很奇怪的、很大胆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被操作系统包容在一起，把它的性能值发挥了出来。最显著的就是内存。那正常来讲，一个芯片生产厂商他是不太会去管内存怎么回事的。两个品牌嘛，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Intel 的内存？也有，真的也有，还有 Intel 的硬盘、闪存都有的，他也做存储的，但是不是那么的著名啊。曾经著名过一时，但是后来就又被打下去了啊，又被三星啊什么的压下去了。那它的主营业务还是不在这儿嘛啊？那它还是做芯片，你装电脑的时候也是，其他电脑也是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买电脑也是一样的嘛，很多人还有固有思维，我 CPU 是什么，硬盘是什么，内存是什么，显卡是什么，对吧？这样去配。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Apple 的 M 系列芯片它做了一个多么大的改变吗？说是说一块芯片，但是除了这个中央处理单元叫 CPU 的这个东西以外，这个芯片里面加入了太多原来不太应该加入进来的东西，就是不务正业了。你这芯片的不像是一个芯片了，就像一块主板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看 M 系列芯片里面，它除了正儿八经的芯片以外，它还加了什么？加了显卡，直接把显卡放芯片里了。这个说难听点，之前我们叫集成显卡，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集成显卡，只要你集成的足够好，你的显示核心堆的足够多，那我也很厉害。然后呢，把内存加到芯片里了，叫什么？叫统一内存。所以现在在 Mac 上面8G 的内存顶其他品牌的16G 去用，为什么？效能太高了，就是效率太高了。原来内存离芯片它俩这个是邻居，沟通起来呢毕竟有点麻烦，你得出门吧，是吧？但是呢，现在这个芯片和内存住一块儿了，哎，就是双人床躺在一个床上了，那你这沟通不是方便太多了吗？啊，那你说这个其实是其他公司很难想到的一个奇招 ，Apple 做到了。那你说 M 芯片里面，它除了传统的芯片以外，它把显卡也放进去了，它把内存也放进去了，啊，甚至把声卡也放进去了，把这个神经网络引擎也放进去了，想放啥放啥，而它不用担心放进去了用不了，为什么？自己家公司的软件，你怎么放，我就怎么来给你设计，一个软件更新解决一切啊！所以 Mac 的 M 系列芯片之所以强大， Apple 之所以非常看好这个 M 系列芯片，从历史跟这个精神层面来讲，我终于能够有自己家的芯片了。那可能普通的用户会问，你家芯片有啥了不起？你为啥那么喜欢你自己家的芯片呢？所以对于普通用户来讲，我自己家的芯片，我只要有实力，我有想法，我有创新，我就可以大胆的把这个芯片进行一个面目全非的魔改，
而我的操作系统，我的软件团队，不管把硬件改成什么样，我的软件团队全都能够适配成功。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了 Apple 的 M 系列芯片如此强大。如果你把这个芯片抠出来，放到其他公司配一个什么别的，比如说 Windows 也有 ARM 操作系统的，那它也可以运行这种精简指令集的 Windows， 它也有的 ARM 架构的嘛。你去运行一个 M 系列的芯片，那我觉得它的体验上面远远比不上 macOS 的操作系统。那实际上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虚拟机运行一个 ARM 版的就是 Windows， 直接跑在 Mac 上面也可以啊，但是就没人这么做。技术上可以，其实也能够实现了，其实已经实现了，但是没人这么做啊，那太烦了。我就算 Windows 有 ARM 版的，那我跑在 Windows 上的那些第三方软件怎么办呢？你都开发一个 ARM 版嘛？没这么大号召力，也不可能，也不能说微软的号召力比 Apple 弱啊，可能比 Apple 还要强一点。但是问题是，他的伙伴太多了，有些伙伴他自己都不认识，他成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他是啊，所以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Mac 的芯片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结束啊，3讲的时间，我们聊了 Mac 的芯片，前面2个呢是聊了它的换新的历史，这一次呢主要是面向普通用户，希望普通用户能够最起码你坐在街边撸串跟人聊到 Mac 的时候，你能够知道一个大方向，是吧？你能知道往哪儿聊，你能知道它为啥跟别人的芯片不一样。它强到底强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个就能够体现出咱们这个陪伴节目的价值了啊。那么结束之前再提一句啊，有能力有兴趣的各位朋友可以考虑加入我们大口吃肉的会员，之后的针对 Mac 的会员专享节目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